早安，早安！现在呢，快要9点了。那刚才8点吃早餐，9点呢，我们就要 check out hotel。今天要往就是中部Georgia的中部骑 check out。lift 塞到满满了，全部人在 set up bike。要绑上车的就绑，要装 camera 的就装 camera。OK， 那阿昂要发表感言了，来。什么东西？阿昂要发表感言了，来。今天会冷的，全部 airflow ventilation 拉紧，拉满，不然透风会很冷。出发！今天进入第3天骑行了，经过了前2天的调试，我越来越驾轻就熟，已经很习惯踩着脚踏跨上车，接着左脚和腰臀一股劲实力的把车摆正，然后跳跃更换重心到右脚支撑车子，最后呢再把左脚使命的延伸到最长来踢开脚撑。在平坦的地面呢，这一切都可以独立完成；在凹凸不平的路面呢，就会比较吃力。不过每天一点一点的小进步，让我重拾信心，也越来越能抛开紧张的心情，享受骑行了。Just be with me, just be with me, just be with me。这边往前一点转左了之后，我们就是 free and easy， 就是大家可以不用跟着 road cat， 跟着自己的速度跑，然后一直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有一把大刀在那边见面，然后就是路上要注意很多小石块和这个沙啦。Just be with me。 今天上午的行程从 Tbilisi 开始往东部方向骑去，首先骑上山参观战争纪念碑，接着呢就骑到火山湖畔野餐。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第一个 stop， 这个是有好多刀的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那边好多刀，还有一把最大的刀在山顶，我们的 bike 在那里。Diggory 纪念碑位于 Tetris Karo 的 Kavono Kartli 地区。
这个由多元素组成的纪念建筑群，是为了纪念格鲁吉亚历史上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迪戈里战役。在1121年，建造者大卫国王呢，在迪戈里战役中击败了人数众多的土耳其塞尔柱军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历史学家将这场战役称为奇迹般的胜利。迪戈里战役的胜利为格鲁吉亚带来了解放的可能，开启了格鲁吉亚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纪念区占地面积很大，建筑群中央呢有一座狮子纪念碑，周围环绕着大剑、典礼柱、钟等等的元素。迪戈里纪念碑树立在开阔山顶地带，给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纪念碑，还可以从这里欣赏 Sheila Kartli 和 Kavano Kartli 的美丽景色。每年8月12号，在迪戈里山区呢，会有庆祝格鲁吉亚人伟大胜利而举办的各种活动。许多来自格鲁吉亚各地的人呢，会在这一天参观迪戈里战役纪念碑。这个要走这个石梯下去，好冷啊！这边风不会很大，可是风一吹来就觉得很冷。我后面就是这个纪念的剑。Cecilia Sophie 一样就叫哇，你看这山这河，哎呦Don't go. I go the other side, Doubler, like that. If you saw me go this side, you cannot go there. You both go this side. The car also don't know where. Never mind. Brake lah. No, wait.
半途停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应该骑了有40个 km 这样子的山路。现在休息了5分钟，要出发了。好冷啊！忘了在那个建那个 monument 那边纪念碑。哇，沿路骑这个山路弯来弯去哦，路又小条，还好车不多，但是那个风景一级棒。来这个地方啊，真的要做好保暖的准备。骑车骑到半路是在发抖了，真的好冷啊！所以下一站我们去喝咖啡，30 click。在这边休息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咖啡喝。太美了！这边还没有说很冷，就是风比较大一点，但是都是舒服的，非常非常冷。现在是1点，完全不会晒，它这个微风、冷风啊吹过，哇！一切都是完美 ，perfect。还有这个湖景，来按表演，来，那他们几个在那边表演啊，越野，我这种初学者要学 lift bike， 把bike 摆正，上不来，搞笑，他们也在那边威力啊，稍微。
早上山顶战争纪念碑的骑行，一直是被乌云笼罩着。沉重的天空，一望无际的盘山公路，数十公里渺无人烟的大地，有种难以言喻的沧桑。继续前行，转了个山头，乌云消散得无影无踪。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火山湖畔，我们有的席地而坐烹煮咖啡，吃西瓜，有的啃着西瓜，有的在辽阔的草原上调皮地演练着越野技术。而我坐躺在秋天枯黄的草地上，吹着冰凉透心的山风，晒着暖暖的太阳，听着同伴们的笑声，闻着咖啡豆的香气，只希望时间能在此刻静止。魔旅让我更贴近大地，透过它的声音、温度、味道，深刻地记住它的气息，留住当下的记忆。帕瓦拉尼湖泊，从骑行时映入眼帘那一刻起，就深深烙印在我心中，是格鲁吉亚魔旅中最难忘的记忆。Nah, di sini ada